ICT 还有一个全网爆火的模型，叫做 Model 2022模型。这个模型它可以在多时间框架交易，每天有多次的交易机会。你好，我是老范，欢迎来到老范 ICT 交易真经频道。这是我们今天的内容，你坚持看到最后，你将又学会一个 ICT 的独门绝技。它的操作逻辑呢，首先你必须得有一个 bias， 就是这一天你到底是看涨还是看跌，然后你等待流动性的扫荡，接着你要找到市场结构的转变跟位移，然后识别首个 FEG 在这个位移的均衡点附近，然后以限价单进场，严格控制风险，然后你瞄准一个对立的 PD raise 去出场，可以分多次出场。我们来看一个案例。我们来看这个例子，这是纳斯达克的指数期货，这里有一波大跌，那么它前后的 K 线中间是有距离的，所以呢这里形成了一个下跌的 FEG。那么当价格从这里再反弹上去的时候，这个 FEG 的终点肯定是一个强阻力，还有一个是这一根8的低点，它也是一个 premium area， 也就是价格碰到这里它是有可能下跌的。好，我们现在把这两个点把它标注出来，一个是这个 FEG 的终点，我们目测就放在这儿吧，然后还有一个是这个 K 线的低点放在这里。标注完了之后，我们今天的市场偏向就是做空。我们要观察在低时间框架上，价格是不是在这里碰到了阻力，而且向下突破一个短期低点，那我们就做空。好，现在我们去到1分钟的 K 线图，这里呢是当天9点半的开盘，开盘以后价格是直接往上涨，创造了一个短期的高点，然后又下来打掉了这个开盘的一个低点，然后在这里有一个盘整，最后价格突破上去。因为今天我们计划是做空，所以这一段我们都是不做的。然后发现价格来到这里是突破了这个刚才我们标出来的这个白色的线，这个就是前一天的早盘的高点，它已经突破了。然后这个就是我们标出来的那根小的阴线的最低点，然后它到达了这里，到了这里之后它就开始下跌，下跌呢，然后这里形成了一个 FEG， 这里呢形成了一个短期的低点，这里也是一个短期的低点。然后我们发现价格下来之后打掉这个低点，也打掉这个低点，所以我们看到了价格在这里是发生了一个明显的改变，这个地方就形成一个看跌的 FEG。那么这个时候我们是可以在 FEG 等它回踩的时候回踩到这里，这根8我们就可以做空了，因为这里有两个看空的 FEG， 一个是这个，一个是这个，所以呢这种情况下我们的止损要放在这个 FEG， 放在这一根8的最高点。当有两个 FEG 的时候，我们做最近的这个 FEG 进场，但是呢我们的止损要放在这里，然后就一路往下看。当我们进场以后，发现市场确实是跌了下来，那么在这里进场之后从这里跌了下来，跌了下来之后呢，然后又涨上去，这里有一个盘整，然后这里形成了一个短期的低点，所以我们的分批出场呢，我们当市场跌破这里的时候，先出场一单，然后在市场在跌破这个低点的时候，我们再出场一单，跌破这个低点的时候，我们再出场一单。实际往后看呢，市场一直在下跌，所以我们留下一单的话，把移动止损放在这里的话，我们可以一直持股到这里。接着我们来看这个交易的时间框架，首先看时间窗口。那么上午呢有几个关键的时间窗口可以交易的，8点半、9点半、10点跟10点半。下午的关键时间窗口在1点半、2点、2点半和3点。那么它的交易如果做日内的话，主要是在5分钟到1分钟，也就是5分钟、4分钟、3分钟、2分钟、1分钟你都可以交易。然后你可以把它扩展到4小时、1小时、15分钟，甚至是日线图、月线图上去交易。我们重点关注上午跟下午的相对等高等低，前一天的高低，还有 FEG， 还有 OB 这些价格传导的工具。我们的原则是每一个时段，无论是上午还是下午，只找那个最佳的机会来去做。所有的时间框架都是可以做的，取决于你的交易风格，只是你的流动性目标，你需要找更高时间框架的图表来决定。好，我们来看这个看跌的设置。首先呢是流动性的扫荡，我们在观察这个流动性扫荡之后有没有一个向下的位移。好，你看这里是不是有个快速的向下的一个位移，然后有没有形成 FEG， 你会发现这里有 FEG， 这里也有 FEG， 然后你在这个 FEG 的一个边缘去挂单进场，止损你放在最上面这个 FEG 的最高点，然后你找 discount raise 出场。比如说这个低点突破之后，你可以出场第一单，这个低点突破之后，你可以出场第二单，这个低点突破之后，你出场第三单。然后我们来看一个看涨的设置。首先你找到流动性的扫荡，也就是流动性的袭击，在这个之后会不会发生一个位移？这里就发生了一个位移，而且向上突破了短期的高点，然后呢形成了 FEG， 那么你就可以在这里挂单进场，止损放在 FEG 的第一根8的最低点，然后分批出场，第一单、第二单、第三单。这个模型的操作呢，它是有一定的规则的。比如说价格在这里扫荡了这个流动性，这条虚线所标识的是前一天的高点，那么它扫荡了这个流动性之后，你预测它会跌回来，
跌破这个低点，因为这个低点是一个关键的低点涨上去的，制造了这个高点，扫荡这个流动性。所以呢，你在交易的时候，你把这个高点作为一个交易范围的最高点，这个作为一个交易范围的最低点，然后你用斐波那契把它量出来，你只在这个交易范围中点之上，也就是均衡点之上的 FVG 去下单。所以你看呢，在这里形成了一个看空的 FVG， 这里有一个看空的 FVG， 这里也有一个看空的 FVG。那么在均衡点之上，这3个 FVG 你都是可以做的。然后就是我们的进场，比如说这个 FVG 它由3根8组成，这是第一根，这个大的是第2根，然后这个是第3根。那么你进场呢，你就挂在这个第3根8的最高点，完全精准的这个位置，它会把你成交。然后你的止损，这里有2个 FVG， 所以你放在这里，你的止损放在这里，刚刚好就在形成这个 FVG 的这个第1根8的最高点，你不要去做任何的调整，进场也是不要做任何的花式调整，然后你等它跌下来，达到你的交易范围，这个地方你就出场第1单，然后你可以留一部分，把你的移动止损放在这里，等它跌下来。做多的原则也是一样的，就是你把你的交易范围的低点找出来，高点找出来，然后只在这个均衡点之下的 FVG 这里去进场。你不要使用均衡点之上的 FVG 去进场，因为你并不知道价格会从这里还涨到这里，所以我们只在均衡点之下的 FVG 去进场。接下来一个重要的部分就是风险管理，你每一次交易的时候，你最多亏损 2%， 最好呢就是控制在 1% 或者是 0.5%。然后呢，因为它每天有很多交易机会，所以你的胜率50%就足够了。比如说你有2万5的账户，你每一次用 2%， 你最多亏损500块。如果你用 1%， 最多亏损250块。如果你每次交易都按这个原则去做，那么你的账户是不会爆仓的。所以我们的原则是每一次都用一致的仓位，先风险后收益，纪律优先。那么如果你亏损了怎么办呢？假设你下一单亏损了，那么你下一单怎么做？你把风险降低1半，比如说你之前是 2%， 那么我第2单我就只交易 1%， 我用 1% 的风险去把上一单亏损的 50% 赚回来之后，再回到 2% 的风险去交易。如果再次亏损怎么办呢？我再降低1半，同样的把前面一单的 50% 赚回来之后，我再回到这个 2% 这个水平。这样的话你就可以避免爆仓，而且你的资金曲线就会比较平滑，能够稳定的长期盈利。我们来看下午场怎么做。首先看跌，假设你下午看跌，那么你就找早上它的高点有没有被袭击，或者是午盘的高点有没有被袭击，然后发生了快速的下跌，并且形成了 FVG， 那么这个时候你就可以下单。它的优先秩序是什么呢？你首先关注的是早盘等高跟等低，如果你在早盘找不到等高跟等低，那么你就关注午盘时段的高低点。然后我们再看涨的设置，你就找早盘的低点有没有被扫荡，或者是午盘的低点有没有被扫荡，有没有发生快速的上涨，并且形成 FVG。 如果早盘没有明显的等高跟等低点，那么你就使用午餐时段的 swing high 跟 swing low 来做。我们来看做空如何指引。做空呢，你是从上买到下，那么这个交易范围的1半就是均衡点。我们来看你做空的目标的优先级，就是在均衡点以下的最近的 discount PD array， 你在那里出场。那么它包括哪些呢？首先是前一个交易时段的低点以下，你可以在那里出场；还有一个是前一天的低点以下，你可以在那里出场；还有就是均衡点以下的 FVG 的内部，比如说这是你的交易范围，这是你的均衡点，那么下面这里有一个 FVG， 你在这个 FVG 的1半出场。如果在这些之下你发现还有 FVG， 那你可以把剩余的单在这里出场。所以我的建议是你先拿到最近的目标，留一部分仓位寻找下一个目标，多次止盈。这样的话你好过一次止盈全部出掉。你一次止盈全部出掉之后，比如说下面可能继续跌，那么你就少赚了。
但是呢，如果你在最近的目标，如果你不出场，它反弹上去了，那么你就白做了。我们再看做多的一个止盈策略，做多呢，我们是从下买到上，这里是均衡点，所以你在出场的时候呢，你找均衡点之上的这个 Premium PD Area 去出场。那它包括哪些呢？包括前一个交易时段的高点，比如说你下午做，那你就看早上的高点；如果你是早上做，你就看昨天下午的高点。还有一个就是前一天的高点之上出场，然后均衡点以上的 FAG 的内部出场，然后在这些目标之上还有没有 FAG？ 如果有，那你把你剩余的目标在这些 FAG 去出场。ICT 说止盈是它交易最薄弱的部分，因为为什么呢？他从来都不满意他的出场点，即使是做了30年，他还在寻找改进的方法。我们来看早上有哪些时间窗口可以交易。首先一个是8点半，这个时候呢是新闻经常发布的时候，所以呢经常有大幅的位移，所以呢经常会有很好的机会来去做。第二个呢是9点半美股开盘的时候，因为我们是做指数期货，所以这个时候呢它的流动性是很充足的，在美股开盘之后，所以呢它是一个关键的时间窗口。然后是10点钟，经过前半个小时呢 Jude Swing 可能已经发生了，你知道真正的方向在哪里，这个时候也是一个关键的时间点。然后是10点半，从9点半开盘到10点半过了1个小时，全天的方向基本上确定了，那这个时候你是很明确的一个方向去进场。然后是一个特殊的时间段11点，这个时间段我们只在周4跟周5做，为什么呢？因为在周4跟周5的时候，市场经常会发生反转，会发生 TGIF。 什么是 TGIF 呢？就是 Thank God I'm flat。 另外一个就是伦敦的收盘，它也发生在11点，而它在收盘的时候经常会发生下跌，所以呢这个时间点你只在周4跟周5来去做。我们的一个原则就是说，你不是每个时间段都去交易，而是找那个最佳的位置去交易。然后呢我们来看下午的时间段，首先第一个时间段是1点半，这个时候呢已经经历了午餐时间1个小时的来回的整理，所以呢这个时候的波动已经结束了，它的方向也是很明确的，你可以在这个时间段来去做。另外一个重要的时间段呢就是2点钟，那这个时候早盘跟午盘你都可以明确的知道它的高低点在哪里，所以呢你能够很清晰的看到流动性在哪里被扫荡，所以这个也是个重要的时间段可以做。然后就是2点半，下午要怎么走到2点半的时候基本上已经很清晰了，所以也是个重要时间段可以做。另外3点钟是到4点钟之间还有最后1个小时，这个时候呢经常会有非常多的设置可以去做。然后就是3点半还有半个小时收盘，那么这个时候呢价格经常会发生快速的移动，那这个时候你在30秒、2分钟、1分钟的图上经常会找到很多的设置。一个重要的提醒就是什么？就是每一天你不要每个窗口都去交易，你只找最符合你的市场偏向的那个设置来去做。另外就是要符合当天已经发生的价格行为的一个趋势，只有这种情况下你才去做。如果你要进行实战呢，以下4个方面你必须要注意。首先你要学会这个基础概念，也就是新手系列必看的1到7集，你要全部看完，要把这个基础的概念掌握得很清楚，理解这个算法的理论，然后掌握各种 PD Arrays 的概念，也就是 FVG、Order Block、折价区、溢价区、引线等等，然后理解这个市场结构，这个是非常关键的，这个是一切交易的一个基石。第二个就是交易的哲学，你要理解价格是分形的，就是所有的时间框架它都是适用的，无论是月线图、1分钟图，它的走势都是类似的。另外就是你要顺势，就不要做逆势交易，你要追求这个单边性的高概率的设置，然后等待叙事清晰。什么是叙事清晰？就是前面已经发生的价格行为，你能够很明确的判断这个市场结构了，这个时候再去交易，就不要强求交易。然后每个时段你只做那个最佳的设置。接下来你需要做的就是你的心态的管理。第一点，你不要去追求完美的这个准确率，因为交易永远是不完美的。第二点就是50%的胜率已经足够好了，如果你控制2倍以上、2倍、3倍这样的一个盈亏比，50%的胜率加上良好的风险管理，你就是长期盈利的。然后呢就是第3点，因为设置很多，所以你不需要每一次都交易。
然后耐心很重要，就是你要等待这个设置的出现，它没出现你就不下单。然后就是我们需要避免一些陷阱，就是不要在每个时间窗口都下单，不要因为设置很多你就加大杠杆去做，也不要忽视这个风险管理的阶梯，不要在没有清晰的市场偏向的时候做强行的交易。好，我们来看一个完整的流程。比如这一天你开始交易了，首先我们需要确定的就是当天我的市场偏向是什么。第二步，我等待关键的时间窗口。第三步，我观察流动性有没有被扫荡。第四步，扫荡之后有没有发生位移，也就是大幅的价格运动，市场结构有没有转变。第五步，我找到这个合适的 FEG， 也就是均衡点附近的第一个 FEG。第六步，我用限价单把进场点设置在 FEG 的边界上下边界进场。第七步，我把我的止损设置在 FEG 的高点或者低点。第八步是管理交易，就是我把目标找出来，我的 discount arrays 在哪里，我的 premium arrays 在哪里。第九步，部分止盈分级出场。第10步，记录与复盘，整理经验与教训。这就是一个完美的流程。我希望你在操作的时候呢，每一次都按照这个完美的流程来去做，控制好你的风险。这里有一些关键的术语，如果你不熟悉呢，你可以截屏查看。我还给你准备了一个完整的实战检查的清单。首先在开盘前呢，你要确定当天你的市场偏向，把前一天的高低点标注出来，把前一个 session 的高低点标注出来，把关键的 PD arrays 标注出来，然后需要确认当天新闻的时间表，什么时候会发生重大新闻。第二个是时间窗口的检查，当前时间是否在关键的时间窗口，流动性袭击是否已经发生，市场结构是否已经转变， FEG 是否已经形成， FEG 的位置是不是在均衡点附近，入场前的确认，价格的传导流程是否清晰，是否是单边设置，风险回报是不是合理，不合理我就不做，止损位置是否明显，目标位置是否识别。接下来是在交易中的管理，是否已经到达了一个部分的止盈位置，是否需要移动止损，是否又发生了一个关键的时间窗口，价格是否已经接近目标 PD array。 第5点，是否需要调整仓位或者风险。接下来有一些常见的问题，你可以截屏查看。接下来我们总结2022模型的精髓与实践智慧。第一个就是耐心等待，只在关键的时间窗口交易，不盲目追求频繁交易。第二个是流动性优先，你一定要等待止损被触发，确认位移，然后找合格的 FEG 进场。第3点是精准入场，你就是严格控制你的入场在 FEG 的边界，不做任何的花式微调。第4点是对立的目标 premium 或者是 discount array 在哪里，你就把你的止盈设在那里。第5点是风险管理，最多 2%， 理想呢是 1% 及以下，配合阶梯式的回撤策略。第6点，质优于量，每个时段只做一笔高品质的交易，长期稳健复利成长。第7点，价格是分形的，所以这个模型你可以在多个时间框架上使用，但是原则是一致的。最后送给你 ICT 本人的一句话，这个模型在所有时间框架都有效，你不需要每个设置都交易，找到符合你的市场偏向的那一个最佳机会，执行它，然后耐心等待下一个。记得点赞、订阅、分享我的频道，并且打开小铃铛。感谢观看。